小团队想交付得更快，不一定要先多招工程师，关键是让最懂问题的人先做出一个能运行的第一版。客户要一架秋千，业务、产品、设计、工程各传一遍，最后的成品就走样了。今天只讲这个机制，少传话，让第一版早点出现，别乱来，让第一版还能接回同一个产品。Anthropic 开发了 AI 编程工具 Claude Code， 它把这条原则叫做 Everyone Ships， 意思是人人都能交付。它不是让法务、销售和运营都去当工程师，而是把协作的起点往前挪。很多团队一说交付慢，先想到工程师不够，排期太满。还有一个更隐蔽的问题，最懂客户的人和能把东西做出来的人，常常隔着好几层传话。销售知道客户在哪一步流失，法务知道哪个判断容易踩线，运营知道哪一步最别扭。可这些细节一旦被压成需求文档，再交给别人还原，上下文就已经少了一层。一家创业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Thomas Kelly 描述过这个过程。新想法从产品经理传到设计，再传到工程，等东西上线，已经不像最初想表达的意思。就流程最贵的地方，不是多开了几场会，而是团队讨论了很久，桌面上还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，大家只能围着描述，猜对方脑子里的画面。Everyone ships 改的就是这一步。最懂场景的人先搭第一版，再请设计、工程和其他专业角色来把关。专业分工没有消失，只是评审对象更早出现了。一家法律团队把 Claude Code 接进律师熟悉的工具环境。律师不用先学一套复杂开发流程，也不用把法律工作流讲上好几遍，就能先试出一个版本。另一家创业公司也出现了类似变化，非技术成员开始直接交付界面调整和产品改进。重点不是他突然成了工程师，而是问题知识不必先绕远路。第一版一旦出现，讨论就变了。业务指出哪里不符合真实流程，设计直接看到交互问题，工程也能判断哪里只是原型，哪里真的要进入生产系统。Claude Code 没有消除分歧，他做了一件更务实的事儿，让分歧更早暴露，发现的早，修改的距离就短，团队也少，在错误理解上继续加码。但能做第一版的人变多，也会带来新麻烦。每个人都能做出一个看起来能跑的东西，不代表这些东西拼到一起还是同一个产品。Anthropic 提醒 Everyone ships 和 piecemeal， 也就是零散拼装，中间只有一条很细的线，原型越多，设计、数据、权限和完成标准越容易各走各的。所以第二半句是别乱来，团队要把共同的规则、上下文和工具提前放进共享工作环境，让每个第一版都从相同的地基上开始。有的团队用统一的设计系统约束界面语言，还有团队维护共享的 Skills 仓库。Skills 是可复用的指令文件，能把数据库位置、数据结构和公司背景整理成团队经验。MCP 是 Claude 连接工具和数据源的标准接口。Claude.md 则放每次都不能忘的规则，比如架构边界、安全要求和目录约定。这些东西不是为了让 Claude 凭空变聪明，他们是在补一层公司环境，能访问什么，不能碰什么。这项工作按什么标准才算完成？现在就能看出这套机制的两条腿：少传话，解决从问题到第一版的距离；别乱来，解决第一版怎么接回同一个组织。管理者可以先问团队里最懂问题的人，今天能不能少经过几层转述，就做出一个可运行的第一版？如果不能，卡在工具、权限、数据还是流程，再问这个第一版能不能进入正式评审和产品路线图？如果它只能停在个人演示里，人人都能交付，只会变成额外劳动。还要问团队有没有一套共享环境，把规则、上下文和工具访问提前准备好。没有这层地基，原型越多，产品越容易散。小团队快，不是因为每个人都成了工程师，它快在两件事同时发生。理解问题的人更早动手，做出来的第一版还能接回组织。少传话，但别乱来。我会把 AI 讲成业务里能用的判断。关注我，点赞、收藏，下次继续看。